嗨，好的材料做出好的设计，欢迎来到木百货。今天带大家来看上 Xtor 今年最新的机器 P2 智慧型雷雕机。中间的地方。可以看到它的体积比过去 Xtor 推出的所有机型都还要大非常多。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是55瓦的 CO2 机器。CO2 是透过两侧的电极激发雷射管里头的 CO2 气体产生雷射下去做切割跟雕刻的加工。这样的类型也在让它带来了更好的效果，是它可以切割更厚的材料，可以用更精准的方式下去做加工。一般来说 ，CO2 的机型雕刻速度会比二极体的机型还要再更加快速。除了 F1 这种速度特化的商品。F1 它的雕刻特化到每秒4000毫米，那这台机器它则是每秒600毫米。那每秒600毫米是什么样的等级呢？由于我们过去的 D1 来讲的话，它是来到了每秒400毫米。一般市面上常见到的6090的大家伙，它们通常也只有是每秒400毫米而已，它会比再快整整20公分。CO2 雷雕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它可以直接加工透明的材料。在过去我们使用二极体的雷雕机时，遇到这种透明的亚克力材料，通常都会非常困扰。你还要特地把它涂黑，或者是使用其他的加工方式，让它变得不透明之后，它才能够吃到二极体的雷射光。CO2 的话则不需要，您可以直接把它放下去做加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 P2 雕刻木百货有贩售的各式材料吧。那这边是我们木百货的3种密底板。那亚洲密底板大家都知道，它不适合拿来做切割跟雕刻。虽然 P2 的强大功率可以把它切断，但切出来其实并不好看。那我们回头来讲我们的新松跟我们的白蜜。从边缘可以看到，我们白蜜切出来的效果更白一点点，摸起来的质感也更好一些。那再来边缘这边，新松有一条很明显的焦油痕迹，白蜜没有。这一次我们使用的是预设功率，它比较浅，效果差异没有那么大，但可以看得出来，同样功率下，白蜜底板雕刻的解析度跟清晰程度都比新松好。可以看这边它就稍微有点糊糊的嘛，这边是清楚的。下面这边是我们木百货推出的直线板，可以看到预设功率雕刻下，它的整体颜色效果会比较浅一点。对比度就没有那么高。那我们的话可以将功率加强，它就会有比较深的效果，它也会有段落感，会比较明显一点。P2 它拥有2颗高画质的摄影机，都是高达1600万画素，可以让雕刻的效果更为直观、更明显。那2颗镜头呢，分别是在机身正后方的广角镜头，可以拍摄到机台内部全景，渲染速度会快上非常多。另一个则是随着雷射模组去移动的微距镜头，可以做非常精细的对位跟雕刻，甚至连牙签、米都可以做雕刻。
了相机预览的因素以外 ，CO2 本身的雕刻效果也非常的精致。来看看这支牙签是不是雕刻效果非常的精美呢？P2 官方的雕刻精度高达 0.01 nm。那刚才我们拿米做雕刻测试，可以发现它的雕刻精度的确是有达到这样的等级。真是个细心的大家伙呢，全国的小牙签有福喽！像我们现在要大量雕刻生产产品，以前都要一个一个好好的摆放之后才能够做我们的对位雕刻，现在还有他们的 AI 智慧填充功能之后，就可以一键填充。首先，我们把我们要的图片放进来，接着点选图片，设定好你要的参数之后，选择智慧填充，它就会直接精准的填充到我们的材料上。就算你刚刚是随意去摆放的，也一样可以。透过 AI 技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上更加省力、更轻松。接着我们会用木球来测试曲面雕刻的功能。P2 搭配 Xtor 的专用软体，透过主点测距软体自动 3D 建模，可以让 P2 的雷雕投射在雕刻运动中，调整它的焦距，就好像在跳舞一般。可以看到成品不止曲面，它连球体都能够雕刻得很漂亮。刚刚帮大家测试完曲面雕刻这项功能了，也准备了2个相同的材料，让大家看看有使用曲面雕刻的效果跟没有使用的雕刻效果。那可以看到，有使用曲面雕刻的材料，它的解析度比较一致，也比较完整。没有使用的话，它在有高低落差的时候，它的字体的解析度会有蛮明显的差异，也会模糊很多。从最底部到雷射头的平面大约是7公分。但是因为我们加工的时候，雷射头会从里面稍微伸出来，有一个range在，通常就会扣掉一点点，所以官方说大概是64 mm。再拆掉刀条板之后，扣掉刀条板的话，大约是2公分多。如果现在我想要雕刻一个比7公分更厚的材料，我应该怎么做？那就是需要我们的垫高架了。哎咻，噔噔噔噔。那把 P2 放到垫高架上面，它的最大加工高度会来到21公分左右。我们准备了一个材料可以做样品，像是我们的寿司架，它是一个 sample 啊。那我们到时候会雕刻在这一片黑色亚克力上面，这片黑色亚克力的高度大概是13公分左右。可以看到它的成品是雕刻的很明显，该锐利的地方有出现。那 logo 一些比较细节细致的地方，它们的分层也都蛮明显的。
现在在测试的是自动传输架，原本 P2 能够加工的范围就大约是600 mm 乘以300 mm 这么大。加装上自动传输架之后，它的加工范围会来到可观的1000 mm 乘以500 mm， 最长甚至可以延伸到3000 mm。3000 mm 是什么概念？就是3公尺。一般来说，现在的公寓大楼装潢完，你们家的高度大约就是3.4公尺。所以这台机器它的最大加工范围跟你家的墙面差不多大哦，或者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大概是10个乡民加起来那么长。传输架的使用也非常简单，将材料放到定点，大约是传输架的端点左右，转动上轮将压力调节到红色的位置。转动完成之后，可以再用下轮去调节材料的位置。都设定好之后，就可以上机操作咯。在软体上，我们将原本的刀条平面修改为送料配件，它就会自动转换成送料配件专用的画面。在送料配件画面中，上半段那个灰色的地方是超出去的范围，东西不能够放在那里。我们要把材料往下拉，在这里你可以稍微去微调一下刚刚我们在调整的硬体设备，让你的材料在对应的位置上。现在让我们把成品拿出来看看吧。这就是我们加工完成的成品啦。还有一个功能是自动断点生成，它可以让你的材料不会被完全切断。那加工后，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做拆解。P2 也可以直接适配之前的 RA2 Pro 旋转套件。根据原厂测试，这台 P2 最高可以切割到20mm 的亚克力跟18mm 厚的黑胡桃木。现在让我们来测试看看吧。那我们先归零。好。放上来。经过我们前面的测试，你应该知道 P2 它是一款多么强大的工具了。那越强大的工具，它当然就会有它的危险性所在。原厂通过了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它安全性呢？现在让我们一项一项解释给你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状态萤幕列有没有连上 WiFi、USB 是否有接上装置、确认系统运作情形以及工作进度等等。P2 的密封性非常好，不用担心雕刻时会有烟雾泄漏。当你机器开始运作时，这个盖子会自动上锁，基本上是完全打不开的。甚至它这个加高底座也有做防漏设计，能够减少排烟的状况。那在机体的侧边有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在机体内有发生任何状况，不管是材料有问题，或者是胶具有问题，或者是万一有燃烧的时候，都可以按下去紧急停止机器的作动，让你可以打开盖子去抢救里面的状况。P2 超大气流风扇的排气量，官方数据为145 CFM， 那转速是来到了5000 RPM。当在室内使用 P2 的时候，
如果周遭环境允许，你可以将风管直接接到窗外，或是加购专用的空气清净机，减少废气的污染。那在机器下面就有内置刀条板，这个刀条板是避免材料背面被烧蚀和冒烟的影响。跟蜂巢板相比，刀条板更容易拆卸跟清洁，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刀条设计离底板有一定距离，这样内部的排烟空间会更大，效果也更好。那裁切完成之后，都会有一些像这种小块小块的废料。那一般来讲，我们会需要把蜂巢板搬走，或者是把刀条板拆掉，才能够做清洁。那 Xtor P2 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小功能。你可以直接把它整个拖出来，直接倒到你的垃圾桶里面就可以了。整体来讲，这台 P2 非常的易用，与事业上升期的小工作室们，当你的订单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款机器能够很好的去辅助你完成精细的对焦跟大批量的生产等等的方式。重点是它非常的安全，在安全之外还有防光防漏的设计，避免长时间雷射切割工作的职业伤害。但仅有手形态爱狗。这台机器整体来讲优点非常多，缺点嘛，目前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它真的很重，那重量高达45公斤，一定会需要有一个伙伴跟你一起搬运它。目前 P2 有3种方案，分别是单机身、进阶组合跟全配。单机身就是只有 P2 他本人很强，但就是孤单一个人。进阶组合则会有 P2 增高架以及我们的输送架。全配则在增加旋转轴、烟雾净化器跟我们的蜂巢板。在折上选择进阶组合跟全配的话，会赠送我们的 P2 专用灭火盒子。灭火盒子是透过机器外面的连接户做连接，侦测到火焰就会自动启动来做灭火。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透过下面的木百货专属嘖连结下单。透过木百货连结下单，还会加赠2000块木百货官网的优惠券哦。好的材料做出好的设计，我们是木百货，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谢谢大家。